史书10几年来，从来未曾接见过外客。明王乃是当代高僧，故破例相见，明王可以请回了。恕小僧狂妄，看来六脉神剑只不过徒负虚名。倘若贵寺坚持拒而不接，恐怕会有损大理国与吐蕃两国之间的邦交。明王这么说法，倘若天龙寺不交出六脉神剑的剑谱，岂不是两国要兵戎相见吗？吐蕃国主早有猎取大理之念，只不过小僧数年来以国师身份竭力劝止。冥王刚才说碧寺的六脉神剑徒负虚名，好，我就用六脉神剑领教一下冥王的棘手高招。想不到各位高僧竟然练成六脉神剑。既然诸位肯显示神界决意，小僧荣幸之至。本相本臣出手！师叔祖传音入密，和你说话，你要留心听着。先学一图，学完再学另一幅。一定是枯荣大师修炼枯荣禅功，所以变成这个样子了。良机莫失，明神关键，自观自学，不违祖训。枯荣大师的禅功的确非同小可，但是慕容先生当年所仰慕的是六脉神剑的剑法，并非六人各使一剑的剑阵。哼，看来六脉神剑已经到了无用武之地了。阿弥陀佛。枯荣大师，你用一阳指烧毁六脉神剑剑谱，今日剑谱一毁，小僧就此告辞。伯父，敝国国主就让保定帝风范，请陛下驱驾去趟吐蕃。伯父，哈哈哈哈哈哈！他以前是保定帝，如今避位为僧，法号本臣。本臣，吐蕃国主要见你，你去一趟也好。是师父。我不管保定帝是不是真的出了家，也要请他到吐蕃去见敝国国君。且慢！如果各位再相逼的话，就休怪小僧无礼。喂，你快放了我伯父！尊家是哪一位？你管我是谁呀？总之你先放了伯父再说。
鱼儿，不要管我，你马上回去，请你爹登基继位。我是闲云野鹤老和尚一个，生死又何足道哉？不行啊，伯父，你快跟我走啊！化功大法！小僧一直以为段氏只是专注祖传的神功，想不到段氏后人竟然结交星宿老人，学习化功大法。明王为何口出谬论？星宿老怪善于暗算偷袭，德行卑劣。我段氏兄弟又怎么会和那种人有关联呢？今日有幸结识年轻高手，何不指点小僧数招呢？你是蛮不讲理的波僧！我这招少商剑还未算厉害，我的中冲剑法更厉害。住手！幸亏他的六脉神技尚未练得融会贯通、得心应手的地步。这位施主年纪轻轻，居然有如此的武学修为，实在令人佩服。佩服！知道厉害就快。玉儿，别过来！既然这位小施主通晓六脉神技剑法，而原来的剑谱要被枯荣大师所毁，这位小施主就等于一本活剑谱。小僧就带这个活剑谱到慕容先生坟前火化。啊！烧死我！明王，身为出家人，岂能滥杀无辜？马上放了我侄儿！臭和尚，放我下去！你这是臭和尚，你好狡猾！我伯父他一定会追来的。自作聪明！我们已经出了大理国，你的皇帝伯父奈何不了我。吃馒头吧！我全身不能动，怎么吃啊？我，又干又硬，怎么吃啊？你身上的大穴还没解开，勉强有力，只会自讨苦吃。哼！你好卑鄙呀！段公子，小僧要委屈你大驾北上了，真是多多得罪，过意不去。哼，办不到。什么办不到？你垂涎我段家的六脉神剑，想让我给你写出来吗？这件事万万办不到。段公子，你误会了，小僧绝无加害之意。段公子，你只需将剑谱完整的写出来，小僧绝不会偷看一眼，而且立即封契，拿到慕容先生坟前火化，以了却小僧当年之承诺。哎，大师，你说你曾经对慕容先生许下了承诺，你说的，又没人知道。你会不会在慕容先生坟前火化剑谱，那更是天不知，地不知。就算你真的会火化了，哼，以大师的才智，背默一遍又有何难啊？哼，你我都是信佛之人，岂可口出妄言？小僧迫不得已，唯有稍作相逼，请勿见怪。万一公子你抵受不住，愿意将剑谱写出来的话，就点点头，小僧自然会放手。鸠摩智，我一路上已经想得很清楚了，我只要不把剑谱写出来，你就舍不得杀我的。但是我要是把剑谱写出来，哼，你又岂容我活在世上呢？写了岂不是等于自杀？不写。岂有此理！
底是什么人教的？化工大法。唉，暴殄天物，有曰弃千金而不知自用，旁门左道，可笑，可笑啊！如果我刚才的那刀再低点，你的脑袋会怎么样？快写！你再逼我，我就乱写。反正也不是写给你看，是写给慕容先生看的嘛，让他练得走火入魔，自断鬼脉。哼，恐怕他也不会上来找你算账的吧？你这贼小子，佛爷好心不杀你，你竟然执迷不悟。好，我就抓你到慕容先生坟前火化，恐怕你心中所记的剑谱就不会是假的。喂，我在临死之前一定很害怕的，我一害怕就会记错几招的，越害怕就越会记错，到时候我自己也弄得糊里糊涂了。郭淼淼，611，孤村芳草远，节日杏花飞。死到临头，还有这种闲情雅致。哼，佛家有言，色身无常，无常即苦，天下无不死之人的，你大不了多活几年，又有何分别？管家，有劳你送我们到燕子坞慕容家。燕子坞慕容家没听说过，你告诉我怎么走啊？是39水路还是49水路啊？何谓3949水路？贫僧闻所未闻。这位大师，你要去燕子坞啊？不错，小姑娘，可否指点迷津？燕子坞外人根本就不知道，请问大师是从哪里听来的？贫僧是慕容先生的故交，特来故友坟前拜祭，并希望可以目睹慕容公子的风采。真是太巧了，我们公子出了门还没回来呢。与慕容公子缘牵一面，真是可惜。贫僧从吐蕃远道而来，但愿可以在慕容先生坟前一拜，以了心愿。大师既然是慕容老爷的朋友，那就请到燕子坞喝杯茶，我再帮你通传吧。这位姑娘是公子府上的何人？我只是服侍公子抚琴吹笛的小丫头，我叫阿碧。有了阿碧姑娘带路。姑娘，贫僧帮你摇船吧。哎，哪敢当啊！万一公子爷知道，一定会责备我怠慢客人的。大师，你太紧张了，你用内力千斤坠压的小船，我怕天黑都到不了燕子坞。哎呀，原来大师是旱鸭子，不是水性的。大师的火焰刀遇上水就会水淹火灭，无用武之地。哎，这里就是燕子坞啊？不是，这里是公子给阿碧住的小地方。大师如果要到慕容老爷坟前拜祭，阿碧做不了主，不如两位先进去稍坐，我进去通传朱姐姐。你的朱姐姐是什么人？哦，她只是比我大1个月，她就是老板姐姐的架子。哎，千万别叫她朱姐姐啊，不然呢，她就更得意忘形了。有劳姑娘去请你的朱姐姐出来。啊，朱姐姐的居所离这里有49水路，天已经黑了，两位就在这儿暂住一宿吧。阿碧姐姐，什么叫49水路啊？哦，19的就是9里，49的就是36里嘛。哎，早知如此，你直接带小僧到朱姑娘的住所不更好？
真是不好意思，我们这里很少有人来拜访的。两位既然来了，我当然留你们在这儿住一宿了。是谁在这这么吵啊？花大姐，这位大师他说要拜访我们公子爷。哦，我家公子出了远门，有可能回来，也有可能不回来。没说回来呢，就更不会回来了。你家公子去哪儿了？好像说是去西夏，或是什么大辽，说不定是吐蕃，也许是大理。总之，一定会有好地方去的。既然如此，有劳大姐带小僧到慕容先生坟前一拜，以尽故人之情。这种事我可做不了主啊！我家公子老说呢，最怕有客人上门了，不是来拜师学艺呢，就是来寻仇的，还说不定有些和尚道士啊，是出来招摇撞骗的呢。你，我不是说你啊。看你这个样子，这么像，心神恶煞的，我还是去请老夫人吧。花大姐呢，一直是这么天真无邪的，公子爷最疼她了。大师你别见怪啊。哎，老夫人来了。咦，这种香味儿和刚才的一模一样。阿碧，老爷的朋友来了。是啊。为什么还不给老身磕头呢？大师啊，你快磕头吧！你一磕头啊，老夫人什么都答应你了。是啊是啊，大师，快磕吧。阿碧，你说什么呢？人家磕了头没有啊？老夫人，小僧给你老人家磕头问好。好。你们也知道，如今世上奸诈的人太多了，就算磕个头，也要装神弄鬼的。哎，明明没有磕头，还骗我老太婆眼不好。你就不同了，磕得又响，又乖。阿碧，在。是谁在这放屁？回禀老夫人，是段公子的笑声。你这个小子，看见老人家了，还不磕头？老夫人，晚生有句话想跟你说。说什么？晚生有个侄女，她天生活泼，聪明绝顶，但是却顽皮之极，最喜欢变戏法了。今天变公公，明天就变婆婆。哎，如果老夫人看见她，一定会好开心的。但是可惜，我今天没带她来，给老夫人您磕头。好，你真聪明啊。不过，给我乖乖的。老夫人自然会给你好处的。老夫人尽管放心，既然来到贵府，一定会遵照老夫人您的吩咐的。老夫人，小僧想在慕容先生坟前。大和尚，你想到老爷的坟墓去偷什么宝贝呀？老夫人误会了。当年慕容先生与小僧约好，如果小僧可以把六脉神剑剑谱拿给他看，就让小僧在贵府的环石水阁盘桓数日，阅读天下的武学典籍。如今六脉神剑剑谱小僧已经带来了，请恕小僧大胆，想依照约定，在贵府的环石水阁一览群书。什么剑谱？在哪里呀？这位段公子通晓全套六脉神剑剑法，就等于一本活剑谱。就算要到环石水阁去看书，也应该是段公子去，与大师你何干呢？
小僧想履行昔日之约，要将这个活剑谱在慕容先生坟前火化。既然大师说段公子通晓六脉神剑剑谱，他要是会的话，又怎么会受制于你呢？大和尚，段公子被小僧点了穴，全身的内力都使不出来。就连我这个老人家也不相信，除非你叫他施展六脉神剑给我们看看。好，这个段公子，请你用六脉神剑打烂这个茶杯。大和尚，你好好的在吐蕃当你的护国法师多好啊，跑到江南来招摇撞骗。哼，你好，请恕贫僧无礼。你真是情愿死也不肯出手，贪嗔爱欲痴，你真是样样俱全啊！枉你还自称佛门高僧，你好，那就先杀慕容家的丫头来立威！哎，朱姐姐，呵呵，天下间竟然有17、18岁的老太婆，梁姐姐快走，自身难保，还学人家怜香惜玉，哼！哎呀，大和尚，我们相信你，不过老爷的坟墓离这里有1天的水路，现在天色已晚，我们明天早上再带你去。怎么样？